想要减肥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代谢率。那中医在讲肥胖，这个肥胖比较多的都是痰湿体质。这个痰气它多了以后，它就会跑到身体各个地方去。最明显的是皮下脂肪。那所以我的概念是不是应该是说，吃哪些食物比较不会让我们的脾胃产生痰？可以，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加速我们的痰的一些代谢，像我们现代人常喝的。哦，对，这个也是燃脂很好的一个食物。你自己的那个提升代谢的方法，你是怎么做的呢？第一，我们还是要先让自己不要太晚睡。哦，不能晚睡，对。从小我就是靠睡觉减重啊，真的，短时间内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就是这个塔巴塔，它非常适合就是说你没有时间运动的人。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想要减肥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代谢率。代谢率呢，它其实就在特定时间内消耗能量的速度。反过来说，如果代谢不好的话，其实最明显的除了变胖以外，再来就是会容易疲劳、体力变差、免疫力变差，甚至是皮肤变差。那我们要如何提升代谢率呢？我们欢迎减重达人朱奕志医师。朱医师您好。 Amber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朱医师啊，其实我们知道从运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增加能量的消耗，提升这个代谢率，目前这个能量消耗呢，我们有几个方向。像第一个就是基础代谢，但是它会根据每个人的像是年龄啊、性别啊、高矮胖瘦，它会有所不一样。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运动，但是我们知道运动它有就是像有氧运动或者是增加肌肉力量的这种重训这两个。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些活动，像是多动啊、多走。但是第四个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食物的生热效应，像例如说多吃肉或多吃蛋白质可以增加能量的消耗。那我这边看到一个数字就是说如果吃蛋白质的摄取量，它这个能量消耗的话呢，它大概是占热量的30%。那如果是糖的话，大概是占6到8%。那脂肪的话就是占大概4%而已。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多吃一点肉可以增加这个食物燃脂的这个功能。那所以想要请问一下您，就是说如果结合中医来讲的话，就是中医它是怎么样看这个食物燃脂效应，还有就是说哪些食物它是具有这种燃脂效果的呢？我们说那个中医里面啊，这些燃脂的一个效应其实没有这些名词，对不对？那中医在讲肥胖，这个肥胖比较多的都是痰湿体质。所谓的痰湿呢，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有积聚比较多的一些好像不能够利用代谢的水分。对。那这些水分我们可能把它姑且叫做湿气。这些湿气只要过多，它有可能会增加身体的这一些像是慢性发炎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些湿气主要在我们的身体最集中的位置在我们的脾胃、脾土。所以跟 Amber 讲说，那食物方面很特别，它刚好食物就是要储存到我们的胃腑里面再去做消化，所以它刚好跟我们的肠胃系统有关系。但是我说，久了身体会有一个平衡机转，会想要把过多的这一些水湿呢把它代谢掉，所以要产能。产了能以后，这些湿气被烤干一点以后，它就会变浓稠。所谓的浓稠，它讲比较一个极致一点的就是痰。所以这个痰气它多了以后，它就会跑到身体各个地方去。它会跑到哪里？我们最明显的是皮下脂肪，那个脂肪层就出现，还有我们的内脏脂肪。那它有可能会循着经络会跑到我们的经络，就是我们常讲的关节炎或者50间，它会经过我们的消化吸收，会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所以就是血脂肪。血脂肪。对，胆固醇或三酸甘油酯等等的，所以这些都跟中医讲的痰会有关系。那所以我的概念是不是应该是说，吃哪些食物比较不会让我们的脾胃产生痰，就不会有这些东西呢？可以，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加速我们的痰的一些代谢。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有哪一些食物，对不对？像第一个，其实我常会建议的，像是黄豆类的制品。豆为肾之果，它的形状其实很像肾，很像肾，指的是说它因为像肾，所以它有可能会到我们中医讲的肾去跟肾的功能有关系。但是本来东方医学跟西方医学就不一样，我们讲的就是以形补形嘛，比较偏这个概念哈。但是黄豆里面也是比较多的我们植物性的蛋白质高，也是呼应了 Amber 讲的蛋白质。
的食物热能效应可能会比较高。中医讲的这个黄豆呢，它其实补的是我们的肾阳。这一个肾阳就是去让我们的肾能够把这个肾中的水气让它提取到身体各个地方去。这个肾水它代表的是一个生命力，跟一个让身体各个其他脏腑去运作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源头的能量。所以这个黄豆它能够去让我们的肾阳启动以后，去增加所有机体的能量运作代谢会更顺畅，然后它也代表了修复能力跟身体整体代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量元素。那我比较 focus 在这个黄豆，也是因为也跟我们的脾胃的运作有关系。那脾胃运作顺畅，它的这一个湿气代谢其实也是会比较顺畅的。所以我发现东方食物里面黄豆类的制品特别多。对，第二个的话，像深海鱼类，尤其像鲑鱼，或者白带鱼，因为它里面富含了 Omega-3 的一些好的油，针对说像我们的抗发炎、血液的清道夫。那在中医里面，这个鱼呢，其实它属于是一个火性的食物所以增加那个循环，所以它会促进我们的能量代谢会更顺畅一点。医生，你才光讲2个食物，我就觉得它已经不是只是食物表面的意涵，它还包含到人体的运行啊，跟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机制做得更好。我觉得有时候中医蛮有趣，是它会去观察到人事物啦，还有说环境。你是本身是什么特质，在这环境之后修饰以后，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它都是有整个考虑进来一起看的。那还有要推荐的食物吗？还有像我们现代人常喝的咖啡。对，这个也是燃脂很好的一个食物。在我们现在医学、营养学里面有提到这个咖啡因，它会去促进我们的这个三酸甘油酯去游离出一些游离脂肪酸跟甘油的部分，所以有点像去促进我们的脂肪酸分解。那另外它也可能会去促进我们的一些肝糖的分解，跟蛋白质的代谢。所以它其实是有点像在去抑制我们整体的这个胰岛素的作用。但是其实它有一刀两面呐。咖啡其实有一个特点，它有可能会促进我们的骨质流失。但是它提供的这个热能，我从中医的角度去看我们中医刚才也提到的这个肾啊，它里面含了阴跟阳。对，它现在就是提早把我们的这个肾的里面的火气啊提取出来，让我们去使用以后，我们就会觉得有精神。所以它有一部分被抽离以后，它另外一部分一定保留不住，一定就是流掉。所以它其实长期假如说靠咖啡来做一个减重的话，会有这个隐忧来看，也是比较偏属于热性的食物，所以它也是帮我们补火。喝的时候也会有点口干舌燥的。对，会比较偏口干舌燥，所以你假如说比较偏有一些热性的感冒，或喉咙比较偏干了，适合喉咙痛啊，或者干咳啊，你就要注意一下咖啡，先少碰一点。那还有其他的食物可以介绍我们吗？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其实大家很常吃的辣椒。对，辣椒也是，因为很热。它是辛苦为温，它这一个苦是会有沉降的意思，所以它有些人吃了辣椒，它反而会往下跑，会往大肠，往我们的肛门，所以有些人会容易会辣屁股。就是吃完麻辣火锅一定要辣肚子就对了。但这个辣椒素它就是可以去刺激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是会去跟我们的痛觉有关系的，所以它跟这一个我们身体的发炎其实是有一些关系，而且它本身容易耗气跟破气，所以它有些人是比较偏虚性的，脾胃功能不好的，那就不可能吃过多。就是说辣椒是可以吃，帮助这个循环跟代谢、新陈代谢。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气不足或者什么的，有一些状况的人，就是还是不要。对，可能有胃溃疡啦，还是说你真的本身就是很容易拉肚子的人，你也要小心。再来的话，还有一个食物就是菇类，香菇也可以。它在我们的一些现在医学研究，它是比较多的像多糖体。对，它比较偏抗肿瘤。对对对，肿瘤在中医里面叫做真假积聚。香菇呢，它可以去破我们这一些真假积聚。所以中医在看这个香菇跟蕈类，它是有点像抗肿瘤的一个效果嘛。假如说有些人是这些痰是比较顽固的，或比较硬的，他看看没有办法融化的那些脂肪嘛。
对，所以它是一个分解者。现在医学发现说，它对于说提高我们的代谢率好像有一些帮助。通常想要提高代谢率，通常都是想要减肥的人嘛。其实减肥，我觉得90%还是从饮食上面开始着手。昨天我的朋友才在跟我讲说，他觉得他很胖，他要减肥，他就马上问我说：“你教我做几个运动？”我就跟他讲说：“你太胖了，一下做运动可能也会有危险。我觉得90%你要先从饮食上面开始着手，因为如果像我们有去那个天母古道爬那个坡的话，他其实爬上去爬得累死了，结果才只有消化500大卡。”只跟一个便当就结束了耶，就没有了。对，所以还是从饮食上面着手是比较实在而且有效果的减肥方法。对，像 Amber 一开始提到的这个食物热能效应其实一整天那个食物热能效应最低就是比较偏晚上。所以其实可以吃晚上的宵夜。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建议那一位朋友，可能9点以后先不能够做进食。你听到了，这一集是为你做的哦。那医生讲回来，在中医的部分有没有什么茶饮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代谢的呢？我们中医的茶饮里面，我们可以去选择像是黄芪1500到2000，党参用个1000，枸杞子1500，泽泻1000。跟我们的荷叶2000，那我们再用600cc 的水去做冲泡，我可以把它滚开以后，把它焖个5到10分钟，味道会出来，当做我一天的茶饮。最后一个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靠穴道去减肥，这个是有点太夸张的。但是呢，如果靠穴道来增加代谢，这个有可能吗？我们其实也有这样子去建议患者好，我们第一个穴道其实可以按的是我们的劳宫穴，它其实就是把拳头握起来以后，在我们的这个中指跟我们的这个无名指之间。那劳宫穴它是我们的心包经的其中一个穴位，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的血管内壁的意思。所以你看血管内壁要让它健康，刚刚直接会联想到的像动脉粥状硬化的胆固醇，其实它就是在促进我们身体在代谢这一些血管里面的代谢废物，所以它可以去提高我们的身体的这一些活力。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按丰隆，丰隆就在我们的脚的部分了。我们的脚的外踝跟我们的外膝眼的正中间，这个丰隆穴呢，它其实本身会代谢我们身体所有的痰。那还有跟刚刚提到的这一些我们身体的血管里面的血脂肪，我也会靠它。那第三个是管身体所有水分代谢的一个主要的穴位。对这个我常常自己也压。对，阴陵泉的话，它就是在我们的比较偏内侧的膝盖，往下滑，看到这个骨头的这一个凹陷处，直接做按压。那这一个阴陵泉穴呢，它是我们的脾经的穴位。这个脾经呢，它是管我们身体的这一些能量启动，跟我们的身体提升上升的动力。最后，医生你也有在健身嘛？那你自己的那个提升代谢的方法，你是怎么做的呢？第一，我们还是要先让自己不要太晚睡。不能晚睡，对。因为我发现我从小就是靠睡觉减重。真的？那现在医学会发现说，你睡觉睡得饱、睡得足、睡对时间，都可以去增加身体的这个瘦体素的分泌。瘦体素可以抑制食欲，又可以促进脂肪代谢。对，我很多同事胖的都是晚上不太睡觉。尽量是11点或12点以前赶快就寝。我觉得这个真的影响很大，因为像我那个11点前睡跟1、2点睡，隔天早上的那个精神跟那个记忆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而且你会发现，假如11点或12点赶快睡觉，隔天早上你的那个腰围跟肚子会小一小圈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可以试试看。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不要太晚吃。对，这个也是刚刚提的9点以后，我们就尽量少进食了。对，那假如说你真的要吃的话，就是吃一些比较偏低热量的食物。还有的话就是运动咯。我们运动的话一定是最基本。对，可能就会在运动前后30分钟只吃纯蛋白质的食物。那我可能只有吃鸡蛋跟豆浆，是因为肌肉被破坏，我想要在这个时候
去直接给予我们的氨基酸比较丰富的食物，让我们的肌肉能够去 uptake， 然后去茁壮。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医生介绍我们这么多提升代谢的方法。然后最后呢，其实医生也有提到运动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有氧运动可能是比较帮助能够燃烧脂肪，但是呢，那一般的人呢，因为工作很忙碌嘛，所以呢，其实现在有一种就是非常讲究这种短时间内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就是这个塔巴塔，它非常适合就是说你没有时间运动的人。那么接下来呢，就带大家一起来做4分钟的塔巴塔，提升你的代谢率。